新婚这天，我带着上百台嫁妆停在侯府门口，可侯府的大门却死死关着。新娘子都到了，门里却传出一句：“不行，让她原路滚回去。”我坐在轿子里，听到这话，笑了。上辈子我就这么灰溜溜的抬着嫁妆回娘家，在京城丢尽了脸。谢家为了名声，一向疼我的父亲让我拿3尺白绫在闺房里吊死，最后还是母亲和舅舅好说歹说，让我自将为妾，跟庶妹一起再进一次侯府。脸面丢光了不说，还连累了我大哥。他为我撑腰从边关赶回来，跑死了7匹马，最后被流寇杀在京城3里外的山坡上，尸体喂了野狗，找到时只剩下一副血淋淋的骨架。母亲急火攻心，也跟着去了。庶妹故意刁难，我忍不了冲出门时伤了她肚子里的孩子。我到那时才知道，我新婚的丈夫宋寻早就跟庶妹私定了终身，还有了孩子。想到这些，我压住心底翻涌的恨意，调整好情绪，叫住丫鬟春桃，抱紧怀里的盒子，抬脚直接踢开轿门，从容走了出来。小姐，新娘子自己下轿不合规矩。规矩？狗屁的规矩！上辈子我守了规矩，可那些人呢？哪个守规矩了？这侯府我尽定了，这血仇我不报不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下一刻心口像有什么炸开一样，抬脚上前2步迈上台阶。春桃还没反应过来，砰的一声，我一脚踹开了侯府大门。门后那群扒着门缝看热闹的瞬间，摔得满地打滚。春桃气得声音发抖。好一个侯府，竟让这些狗奴才来拦门！为首的管事挡在前头。那也怪不得我们，这是夫人的意思。夫人说了，你家小姐被劫匪掳走2个时辰，清白肯定早没了。我们侯府可不取残花败柳，让你原路来原路去，有冤屈就去找皇上。上辈子我就是这样被原路送回去，抬着嫁妆丢尽了脸。大姑娘只是避雨耽搁了，有你们迎亲的人作证，你这才竟敢污蔑！哼，若真清白，就回谢家等查验，查清楚了再来当世子妃夫人。其实所有人都清楚，新婚被退回去，要验明清白再抬进来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的名声都得烂到谷底。上辈子我倒真验了身，那一次是顺利被抬进门，可却是以妾的身份，而且夫君宋寻一辈子都没碰过我，所以查验根本不重要。而我舅舅也是关心则乱，就是因为替我出头，被小人抓住把柄，78条人命全成了宋寻的清明。我跪在雨里求他放过舅舅一家，他却回我一句：谢玉锦，你害了玉嫣的孩子，这就是报应。我一步错步步错，亲人一个个被我拖累，这些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这时春桃要冲上去拼命，我按住她握紧手里的盒子说：夫人要我原路来原路去，也不是不行。这门亲事是圣上赐婚，今天拦我进门就是抗旨。如果侯府真不娶，我现在就一步一跪到宫门口请旨，免得脏了2家名声。那管事听我这么说，脸色瞬间白了。毕竟事情真像我说的，只是避雨，那侯府才是故意抗旨，这可是杀头的大罪。谢小姐，这等小事没必要惊动圣上，老奴现在就去通报正院。不必，这路我熟，我自己进去就行。这条路我上辈子跪过无数次，最难堪的时候就是求宋寻救救救，我额头磕的全是血，可换来的只有一句：以后允许你供奉你舅舅。如今再踏进去，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：宋寻，你欠我的要一件件还。此时正院乱成一锅粥，侯夫人一身华服，正跪在宋老太太脚边哭。母亲，谢玉锦女儿身不知给了谁，这婚事若不退，寻儿日后还怎么做人啊？宋寻阴沉着脸站在母亲身后，也说：是啊，祖母，我不能娶一个新婚夜就被别人碰过的。您也不想孙儿走到哪儿都被说捡破鞋吧？老太君叹了口气，刚要说话，就听到角落里一个男人嗤笑一声：我倒是听说谢小姐的家丁一个不少，反而我们家迎亲的人跑得比兔子还快。这时候想起名声，倒先怪起谢小姐来了。真闹到皇上那儿，谁丢人还不一定呢。老太君闻言，立刻推开侯夫人的手：这是圣上赐婚，即便大雨耽误片刻，也该好好把人接进来再论。你们把人拦门外，是想告诉别人你们要抗旨吗？你这上不得台面的小手段，什么时候能改改？侯夫人被说得脸颊通红，瞬间止住了哭声。祖母，若不想抗旨也不是没办法。当初赐婚时，孙儿就觉得她柔弱无趣，反正圣上只是赐2家联姻，她家里哪个妹妹都比她好看，随便换一个都是谢家女。但像她这样的做妾，也算保全了咱们侯府的体面。就在这时，管事小跑进来：老夫人，那个谢姑娘她闯门进来了。下一秒，我脚步稳稳地踏了进来。小侯爷说的是呢。众人抬头，就见一身红嫁衣的我提步进门。我盖头还没掀开，一路走来，雨水打湿了些，可也并不脏乱，还勾勒出姣好的身材，透出一股世家闺女的风范。此时我虽看不见，但凭着听力朝老太君微微行礼：
谢家谢玉锦拜见老太君。老太君眯着眼点了点头，倒是个好模样。厅内一阵安静，所有人都在等着我再拜其他人，等着我拜宋巡。然而我丝毫没有那个意思。你知道自己配不上我就好，还不滚回去闭门思过。等风头过去，我或许还能抬你做妾，也算给你个吃饭安睡的地方。我跟着接亲队伍出门，突防大雨，虽错过吉时，但带人在庙里避雨，保全了接亲队伍的体面，也保住了侯府的体面。请问小侯爷，我何过之有？还避雨？你分明是被山匪掳走了，辱没了清白。我盯着声音传来的方向，一字一句。小侯爷又不在场，你怎么知道我是被山匪掳走了？这还用问吗？满京城都知道那段山路闹山匪，你凭空消失2个时辰，总不能陪山匪绣花读书去吧？我懒得回他，倒是春桃气得跳脚。路上确实有山匪，幸亏小姐觉得要下雨，让我们提前躲进庙里，只是绕了段路。就算真遇山匪，我一个弱女子被抓也是恶人的罪，我何过之有？难道小侯爷出门被人揍，还反思是不是吃太饱穿太暖长得太显眼吗？此话一出，角落里有人没忍住直接笑出了声，而宋巡的脸都绿了。你们谢家的人当然乐意替你说话，但你若再闹下去，做妾都轮不到你。我在盖头下轻轻扬唇，恐怕小侯爷误会了，我来并不是来嫁你的。这句话落地，整个正院瞬间死寂，所有人都懵了。不嫁宋巡，那你穿着红嫁衣进来干嘛？我转身稳稳朝角落的男人走去。宋家有2子，嫡长子宋哲和嫡次子宋巡。宋哲是钟永侯原配妻子所生，文武双绝，年纪轻轻就挣了一堆军功，皇帝也允诺由他袭爵。可惜天妒英才，他在战场上伤了腿，永远站不起来了。钟永侯的爵位顺理成章落在宋巡头上，侯夫人也母凭子贵上了位。我停在宋哲面前，声音缓缓落下：诚如小侯爷所说，圣上赐婚时只言谢宋2家结亲，我理解的自然是嫡长女嫁嫡长子。听闻宋大公子在战场伤了腿，不便亲迎，我便自行前来。我紧了紧手里的锦盒，在众人倒吸冷气中温声道：宋生，我是来嫁你的。正院再次死一般寂静。宋哲盯着我怀中锦盒良久，众人都以为他会拒绝，他却长眸一眯，缓缓开口：是我失礼了。此时门口传来通传，说宫里来了小黄门，替皇帝来观礼，来迟了一步，问婚事进度好进宫交差。说是来迟，怕是知道了我的事，派人来过问。皇命大过天，一炷香后是今日最后一个吉时，耽误了这许久，即刻拜堂。时间仓促，所有口角都压后处理。2人匆匆对着祖宗牌位拜了堂。宋哲去应付宫里来的人，我被送入新房。春桃这才敢开口，带着哭腔道：小姐何必这样委屈自己？那宋大公子身有残废，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，您还这么年轻。我随手掀开盖头，语气淡淡：要改口叫姑爷了。夫人和舅爷若是知道您这样委屈自己，怕是心都要碎了。姑爷比那宋巡名声也没好哪儿去，从前在战场上是煞神，如今在京城也是暴虐成城。但凡有人敢得罪他，怕是都瞧不见明日里的太阳。之前还有人瞧见他扒人皮，拿人喂狗。你也知道那是得罪他的人呢。他一朝从云端落到泥地上，又被剥了爵位。若是不狠一点儿，如何在这侯府立足？他以后会比现在更残忍。我不是盲目为了躲避宋巡才选宋哲的。手里的锦盒是前几年去庙里进香的路上偶遇宋哲落水，我跳下去救了人。男女授受不亲，我不肯留名，宋哲就给了我这块玉佩，用锦盒装着，说日后找来可以允诺我一个请求。我也知道这男人可不是真的养在后宅的病秧子，而是后来血途千里的叛军之主，暴力成性，六亲不认，是史书上难得没有争议的臭名昭著的暴君。他登基那日杀了侯府满门，我刚好被宋巡关在柴房里奄奄一息，临死前看见他手起刀落，亲手取了宋巡的性命。从前欺凌他的、陷害他的，都尽数填入万人坑。我怕他的残忍，可也知道至高无上的权力难能可贵。早早拢住他，我想要的一切都能事半功倍。能拢住男人的唯一办法，就是生一个他的孩子。我活了几十年，早把那种事看淡了，但是想到新婚夫君残废的双腿，却有些犯愁。不知道他的腿具体伤到了哪里。那他后院可还养着8个侍妾，算怎么回事？听说日日都泡在后院，夜夜笙歌。本来腿脚就已经那样了，还这样荒唐胡闹，身子骨能好吗？等到了您这儿，怕是早就被掏空了。到时候您若生不出孩子，日子只怕更难过。谁知道我半点不在意，有侍妾是好事。春桃还想说什么，门外响起车轮声，我示意春桃闭嘴，自己赶紧把盖头重新盖上。车轮声划过地面，最后在我面前停下。盖头下的方寸之地，只瞧见男人大红色的新衣，一双手修长，食指有些变形，
青筋囚禁。我上辈子曾目睹他带军入关的场面，一杆银枪白马都被鲜血染红，整个人像是从地狱爬上来的恶鬼。后来有小儿不听话，都会被爹娘吓唬，再哭可就要被宋哲抓走了。我居然用曾经的恩情绑架了这个活阎王，让他娶了宋寻不要的女人。我这时才意识到自己想到了生孩子这一步，实在是为时过早。男人不是什么好招惹的人物，我的下场如何还未可知呢。果然，宋哲进门也没有掀盖头的意思，只是懒懒散散地靠向椅背，手里的喜秤有一下没一下的晃荡，声音森冷，跟在堂前的温润如玉判若两人。我给你的玉佩是这么用的。他生平最恨被人威胁，一个宋寻不要的女人，居然敢以此威胁嫁给他。我微微抬头看向宋哲所在的方向，隔着盖头看不见男人的脸，但是能感觉到男人周身的灵力，像坐在他面前的不是新婚的妻子，而是一个猎物。我怕，但是我没有退路。上辈子从死人堆里爬过来，我亲眼见证母亲和舅舅一家死在自己面前，为了他们，我也必须抱紧宋哲这棵大树，好好活下来，才有机会保护他们。我轻笑出声，当初你在水里快要溺死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说你毁了我的名声，一定会娶我。宋哲在军营里长大，一群大老爷们凑在一起的时候，没少说那些荤话，但是他还是第一次从一个女人嘴里听见这样出格的话，偏生每个还都对得上。要不是宋哲清楚知道那天两人是端端正正上来的，只是湿了点衣服而已，怕是就要信了。谢玉锦一个没出阁的闺女，怎么会对他身上的旧伤了如指掌？宋哲眼眸一沉，豁然伸手，喜秤好似一把锋锐的剑，直奔我的脖颈深了。气息浮动之间，床上的人八风不动，倒是那红盖头好似被他的剑气惊扰，飘然落下，露出美人红的几乎跟盖头一个颜色的脸。谢玉锦曾名动京城，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美人，身如细柳，柔弱多姿。只是她恪守礼数，轻易不肯抛头露面，所以貌美几乎只是传说，少有人窥见其中容颜。如今瞧见，才觉得盛传不如眼前万一。没等看清楚，他已经低下眉眼，声音温软的叫了一声：“夫君。”宋哲瞥了一眼飘落在床上的红盖头，长眸眯起，原本的戾气化成了兴味。他刚刚没用几分力，这盖头就飘起来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剑气如神。他的这个小娘子似乎不像是传言中那么柔弱不能自理，这么想嫁给他，难道真就为了那点破名声？那天你还摸到了什么？知道上一个信口开河的人是什么下场吗？我缩了缩脖子，早听说宋彻的恶名，背后多嚼一句他的舌根子都会被扒了舌做菜让人吃下去，说不怕是假的。刚才那些是我胡诌的，我当时跑都来不及，怎么还敢去摸一个血气方刚的陌生男人？可谁让陈俊的规矩掀了盖头才算夫妻？我既然选择嫁给宋哲，就不会容许一点差错。洞房可以从长计议，但是这盖头他得掀。这些是拜过堂后老太太私下同我说的，是也不是，夫君差人去前院一问便知。当然，落水的事情只有你知我知，我只是怕夫君不肯同我做这夫妻，那我还不如打道回府，横竖这名声都是没了。我说的半真半假，委屈的也是半真半假。老太太说的只有她身上的旧伤，让她多加照顾。至于下夫的痣，是上辈子那个人告诉我的。宋哲眯着一双狐狸眼，正要着人去问，门外突然传来春桃的争吵声：“你们不能进！大夫人和大少爷刚歇下，岂有大婚夜闯人家新房的？”来人的脚步声却不停，直接掀开春桃，走到新房门口，扬声道：“奴婢是奉侯夫人的命令来给大夫人验身的。侯夫人说了，大夫人遭了山匪的事儿传得沸沸扬扬，如今多少人盯着咱们侯府呢？若是不给个交代，怕是对大光子、大夫人和侯府的名声都不太好。所以特意拿了牌子，请了宫里掌事儿的嬷嬷来给夫人验语清白，还请大夫人配合。现在连明儿一早都等不得，直接要给我验身，哪怕是清白的，这算宋哲不能人道，还是宋哲压根不碰我？如今他们夫妻一体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哪一个都不好听。春桃死死拦着门不让进，来人皮笑肉不笑：“你们小姐到底是不是清白的？我们说了可不算。若真是清白的，验一下也无妨。咱们侯夫人也是担心外面流言蜚语对大公子和侯府不利，而且宫里既然肯派人来，就说明皇上也是在意这件事的。咱们大公子可是为国立功的人，岂能受这样的委屈？”就是啊，藏着掖着只会让人觉得此地无银300两。若真是被山匪破了身，有了身孕，到时候栽在大公子身上，岂不是乱了血统？要如何对得住忠勇侯府的列祖列宗？春桃说不过他们一群人，恨不得上去挠他一把，又碍于要守着门没有上前，气得声音都变了。那也不行！你既然是谢家陪嫁来的，就是侯府的人了，现在连夫人的话都不听，以后岂不是要反了天了？来人，给我拉下去！屋内红烛摇曳，我的眼神却很冷。刚才说话的这2个嬷嬷化成灰我都记得，那是侯夫人身边的掌事嬷嬷。
姓张，同行的宫里来的嬷嬷姓云，上辈子也是这两人给我验的身。虽然是清白，但传出去的话却是模棱两可，说他虽然没破身，后腰和后颈却有几处淤痕，像是男人掐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侯夫人跟宫里的齐妃是表姐妹，云嬷嬷就是齐妃的人，张嬷嬷更是完全被谢玉燕收买，搓磨到我口不能言。这辈子我已经改嫁给了宋哲，侯夫人就这么等不及啊！新婚夜验我的身，毁了我，再给宋哲扣一顶绿帽，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，真是好一个一箭双雕。眼见门外越来越焦灼，我没有犹豫，起身取了头上的凤冠，脱去外袍，取了春桃，早早准备在床边的洁白的圆帕，走到轮椅前，看着一脸讳莫如深的宋哲。夫君，事情从即，得罪了。说完，我也不管宋哲同不同意，低头开始解他身上的外袍。宋哲眼神一暗，娘子，为父这样，怕是要让你失望了。我终于解开了外袍，露出里面洁白的中衣，强忍住羞涩，伸手去解他的中衣，佯装淡然回了一句：无妨，我自己来。宋哲好整以暇地看着他，好像根本不把门外的人放在眼里，也或者这样的事情经历的太多了，早就麻木了。满京城都知道宋哲残废，如今的侯夫人是个好继母，极尽手段地替他张罗温补治病，逢人就哭。我那可怜的大儿子，人人都感慨侯夫人贤良淑德，待宋哲比亲生的儿子还要好。我也是经历了一世才知道，所谓的好不过是做给人看的。给宋哲的药里有毒，喝酒了不仅腿好不了，还会慢慢神志不清，发疯发狂，最后痛苦死掉。给宋哲的人都是他们的人，表面恭敬，暗中折腾为难他。明知道宋哲怕冷，冬天腿疼得厉害，给宋哲送的炭看似上好，但都泼了水。冬衣看似厚实，里面塞的却都是芦苇花。我来了，就从第一件开始，一次都不许再发生。宋哲摩挲着指尖，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，给自己制造了个被翻红浪的现场。若不是他亲身经历，他都要怀疑刚才一切的真实性。他的好娘子，除了最开始全程没有看他一眼，甚至连制造现场的时候都没想到他，好似他就是个工具而已。半晌，宋哲气笑了，眼底风起云涌。外头的人一听我的声音，眼底露出一丝得意，一把掀开春桃，直接推门进去。大夫人，不是老奴。原本以为会看见相敬如宾的画面，他掐着时间来的，这个点还圆不了房。结果一进门，张嬷嬷差点一个趔趄摔出去，就见我墨发披散，坐在拔布床上，脸色红润，一脸娇羞地系着衣服领扣，床尾的矮几上摆放着用过的圆帕，上面沾着一抹清晰的红。知事的人都知道这房间里刚发生了什么。不能够啊，不可能这么快。宋哲行动不便，不能人事。张嬷嬷下意识去找宋哲的身影，想要找出一丝破绽。我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。方才嬷嬷说什么？验身？原怕都有了，还验什么身？大夫人，还是让奴婢检查一下身上，我好回去交差不是？万一那原帕上的血是别的血呢？我们夫妻俩的房中事，要跟谁交差？怎么交差？是婆母，还是皇上想知道？夫人，皇上日理万机，想来是没兴趣知道臣子家里小夫妻的床地之事的。那就是婆母，儿子都这么大了，关心吃喝就算了，怎么还关心房中事？莫非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癖好吗？张嬷嬷见我磨磨唧唧不肯，心里更是笃定我并非处子之身，只是在这里装神弄鬼。侯爷夫人关心大公子的身体，也担心大公子被辱了名声。大夫人若是心中无鬼，就让老奴看上一眼，也好回去让夫人安心。我倒是不怕验，但得有凭有据，否则我谢家女新婚被拦，洞房夜被验身，成什么了？大夫人要什么凭据？外头的传言就是最大的凭据。既然婆母想看，宫里也派了人来，那就请宫里差人的贵人来做个见证。我遣了丫鬟回家请我父亲母亲，再去舅舅家请了舅母舅舅。我与相公都验了身，大家做个证，说个分明。若我身上有伤，你们对我不满，是我活该；可若我们身上无伤，你们这样刁难我一个新过门的心腹，我只能想到是婆婆对我这个媳妇不满。刚好求了宫里一道和离圣旨，让舅舅和爹娘带我一同回去，大家做个了断干净，免得日后生孩子还要再生端结。你觉得呢？张嬷嬷张口结舌，原本以为谢玉锦一个闺阁女子面皮薄好拿捏，却没想到这么豁得出去。她可不敢做这个主。这一大圈子要来的人，个个身份尊贵，因为小夫妻的房中事聚在这里，传出去笑话的不是谢玉锦，而是忠永侯府了。可若是谢玉锦这个身不验，如何跟夫人交差？他不说话，宫里来的云嬷嬷却是慌了，本也就是托个人情走个过场，没有拿牌子去请就出来了。若是真的惊动了宫里，那可就是后宫跟朝臣有私，到时候连累了齐妃，跟侯夫人的这点交情，可抵不过宫里这些年的经营。大夫人说笑了，您跟大公子是宫里御赐的良缘，河宫祝贺都还来不及，怎么会不满？
老奴只是奉命出宫瞧一眼大公子新夫人的模样，瞧见大夫人容貌倾城、机敏周全，就放心了。老奴这就回去复命了。说完，没等张嬷嬷说话，就匆匆行了一礼，转身退开了。张嬷嬷只好拿起圆帕，依旧不甘心，四下张望，怎么不见大公子？老奴好歹要确认一下大公子平安，回去跟侯夫人复命。让嬷嬷笑话了，刚才事情还没完，您就要往里闯。相公他大概脾气有些不好。滚！张嬷嬷被吓了一跳，什么话也不敢说了，捧着圆帕就走。这一出戏跟长了翅膀一样传了出去。寂静的夜里，有人欢喜有人愁。宋老太太根本睡不着，正撑着银枕闭目养神。听到身边的嬷嬷传回来的消息，瞬间清醒，混沌的眼睛都亮了起来。你当真看清楚了？那圆帕上见了红，两人圆房了。奴婢看得真真切切。且不说那圆帕，大夫人眉眼含春，明显是得了恩宠的模样，确确实实是圆房了。大夫人还提到了孩子，是个通透的，三两句就把张嬷嬷和云嬷嬷打发了。她还把我说的那些阴阳怪气的糙话都说了一通，但并没有多少嫌弃的意思。侯夫人原本也不是多高的出身，只是当初迫不得已，侯爷不肯续弦，大公子重伤，前后无人，才让他有了机会做了这个田房。只是有些人在高位习惯了，就忘记了自己原来的样子。这些话跟旁人说或许糙了点儿，但是对侯夫人却是刚刚好，戳在了痛处。这些年她也嚣张够了，也该有个人治治她了。你看看她个猴急样，哲儿才得了谢家一个女儿当媳妇，她就如惊弓之鸟，生怕成了气候，抢了宋巡的爵位。连宫里的人都用上了，到底是小门小步出来的，目光短浅。侯府真到了他们娘俩手上，怕是要没落。他以为他做的那些事儿别人都看不到，我心里明白着呢。只是哲儿如今这个情况，又没有子嗣，我年纪大了，撑不动了，只能给他藏着一些。如今好了，可算来了个能撑腰的。若是再生几个孩子，我也算对得起他母亲。老奴可从没瞧见大少爷这样乖顺过，想来是真喜欢。您且就安心，多疼疼大夫人，日后夫妻和睦，您可得为他们的孩子多谋划谋划。这侯府还没有下一代呢。若是宋哲跟我生了孩子，那可是侯府里的长房嫡子，是可以承袭爵位的。只有他知道，自从宋哲双腿废了之后，老太太就再也没安枕过，时时刻刻提心吊胆，不敢太过偏护，就不能不管不顾。每每宋哲有点事儿，老太太都是以泪洗面整晚，却不敢上前一步，生怕招了仇恨。她一倒，宋哲在这侯府里活都活不下去，只能默默在背后撑着。如今总算有了指望，老太太一咕噜翻身起来，来了精神。你去把我房里那些滋补的药都拿出来，都给玉锦送去。还有他们的吃食，你派人去盯着，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我有阵子没跟宫里走动了，你帮我去给宫里递个拜帖。另一边，正房里却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景。侯夫人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圆帕。你检查清楚了吗？真是处女。张嬷嬷不敢说实话，只好道：奴婢看着大夫人神色妩媚，身上还有大少爷捏出来的红印，确实是承宠的样子。宋哲呢？大公子一直在里头，但奴婢偷眼瞧着，也是衣衫不整。侯夫人气得头疼。这本来是寻儿的姻缘，那是寻儿不要的东西，怎么就让宋策捡了漏？现在好了，皇上御赐的婚事，加上宋错本来就有战功，谢家跟宋错一联手，宋巡这个爵位还能保住吗？就算能保住，若是宋彻跟谢玉锦生了孩子，那下一代这座位还是要还回去的。到时候他还剩下什么？之前让你送的饭食，宋哲一直吃着吗？吃着呢，咱们的人都在暗中盯着，每次都是用完的。那就再加一味药，他们不能生孩子。夫人，谢家还有个庶女的，叫谢玉嫣。都不用别人在背后挑唆。宋哲新婚后第二天就没再回过新房。我正清点自己的嫁妆，准备明天回门要带回去的礼物。春桃气冲冲地冲进来：小姐，不，大夫人，您怎么还有空摆弄这些呢？大公子昨儿去冯姨娘那儿了，今儿去王姨娘那儿，隔老远都听见里头的笑声呢。您这刚新婚，3天回门都还没到呢，他就迫不及待去找小妾。这要是传出去……这几天我满脑子都是传出去传出去，
赶紧伸手制止。传出去能怎么？之前传出去那么多，不也没事？我也很惆怅，上辈子宋哲就是清心寡欲，我也是很久之后才知道，那8个小妾不过是摆设。之后宋哲回来杀了很多人，却唯独把那8个小妾安顿了好人家，美人坐怀不乱，大概也是不行的。可明天你要回门了呀，大公子不随同一起，二小姐怕是又要阴阳怪气了，平白让夫人添堵。眼底闪过一抹凌厉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老太太昨天不是送了许多药材过来，你把一锅炖了，给他们送去。大公子不喝，就给那些小妾们喝，就说我赏的。春桃对我从来都是言听计从，从不问为什么。到了生事就把这事放一边，高高兴兴道：奴婢听说老太太平时避居在佛堂，很少出来，可给您送的东西都是极好的。奴婢瞧着还有不少宫里的东西，想来对您很满意。有了她撑腰，日后大公子补好了身子，你们生个小公子，您的日子就好过了。我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潜意识宋老太太并不太喜欢我，但也不喜欢谢玉烟就是了。老太太死在我前面之后没多久，宋哲就离家了，我们并没有多深的交集，更别提照应。这次是怎么回事？我嫁给了宋哲，一切就都变了。我隐约想明白点什么，但是不确定，让春桃把早上刚做的点心给老太太送过去，顺口提醒了一句，让老太太少吃些竹荪，多吃点嬷嬷自己种的绿叶菜。老太太喜欢吃竹荪，这东西稀少，每年都从川州采买，有时甚至是宫里的贡品，只要有，大半都会送到老太太这里。上辈子老太太就是竹荪吃多了窒息而死，我说者无心，老太太却是个机敏的人，转手就让人查了。隔天到了我回门的时候，宋哲还是没出现，我带着春桃在门口等了一会儿就放弃了，放下帘子示意车夫出发。有些事我一个人去做也挺好的。谢家3朝回门本是极为热闹的事情，但我出嫁路上被山匪劫走的事闹得全城沸沸扬扬。虽然最后还是成功嫁进了宋家，但谢父依旧嫌我嫁了二夫丢人现眼，直接称病躲在房里不见人。最后只有谢母带着谢玉烟和张姨娘在门口接人。谢母早已知晓中永侯府发生的事情，见到我独自一人从轿子上下来，本就红肿的眼睛随即落下眼泪。景儿，你受委屈了。简简单单几个字，却说出了各种酸楚。坚挺了好几天的我，在看见母亲的瞬间，像是变成了孩子，所有的坚强溃不成军，眼泪也差点跟着落下。前世因为我的识人不清，害得大哥尸骨无存，母亲也气急攻心跟着去了。现在再见母亲完好的站在面前，我心间都在颤抖。我握住谢母的手，将眼泪逼了回去。娘，锦儿不委屈，相公待我很好，有他在，侯府的人不敢欺负我。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，至少目前我新婚夜骂婆婆，对儿子有特殊癖好的名声在外，整个侯府上下还真没人敢对我大小声。可那又如何？在谢母眼中，终究是她的宝贝女儿嫁了个残废。现在回门还是一个人，人前她不能落了礼数。刚牵着我的手进门，谢玉烟细细的声音响起：姐姐真的受委屈了，可你是谢家嫡女啊，就算被山匪劫了，也不能这么委屈自己，委身一个残废啊。心痛的神色却掩饰不住她眼神里的不满。不够，这些还不够。谢玉烟幻想过无数次，骄傲的谢大小姐在新婚当日被退婚，结果谢玉锦大婚当日没有被退回来，现在逮着她一个人回门，她怎么可能放过？不想还没有说够，啪的一巴掌落在她脸上。谢玉烟愣在当场，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，只是呆呆地问了一句：你打我？红口白牙，张口胡说！一个庶女，造谣毁坏我的名声，不该打吗？我冰冷的眼神让谢玉烟打了个寒噤。庶女，谢玉锦从前不会这么说，她从不把嫡庶挂在嘴上，弟弟妹妹都是一个样。可我重生了，看着眼前这个害了自己一辈子，甚至害了舅舅一家满门的仇人，我的恨意像是藤蔓一样飞快在心底生长，缠绕，让我恨不得杀之而后快。可现在还不是时候啊！怎么能让他们这样去死？哥哥，还有舅舅一家，每个人死前的惨状都好像走马灯一样，在我脑海里来回发盹。死一次怎么够？这辈子我要他们想要的都得不到，到手的都抓不住，我要让他们比死还难受，才够偿还上一辈子的血仇。我已经扶着谢母往里走，根本没有搭理她的意思。张姨娘被谢父偏宠，虽然不曾执掌钟馗，但是习惯了耀武扬威，眼见女儿被打，还是一个坏了名声的女人，当下气急。大小姐嫁到侯府就是不一样了，回家喊打喊杀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嫁了侯爷当侯爷夫人，结果呢，是嫁了个瘸子，一个残废。说到这里，张姨娘的眼神变得阴毒。说燕儿胡说，要不是你被山匪破了身，侯爷怎么会不要你？她冷哼一声，
满眼心疼地看着谢雨嫣。我可怜的嫣儿，娘看看伤得重不重？你是马上要嫁到侯府当侯爷夫人的，脸上可不能带伤。我冷眼看着他们母女俩指桑骂槐的乱叫，手指轻轻点过椅子的扶手。前世他们找了山匪结花轿，只是个开始，害得我名声尽毁。只是因为谢雨嫣肚子里怀了宋寻的孩子，他们就可以这样肆虐别人的人生。现在计划毁了，他们当然坐不住。可我的好戏也才刚开始呢。我的眼睛微微眯起，温柔的嗓音里泛着冷意。一巴掌就打坏了，正好我带了大夫给妹妹把把脉，亏了哪里我就替侯府补。最后几个字我咬字格外重，让谢雨嫣心头发紧。她哪里敢让大夫把脉？一旦诊出她肚子里怀了孩子，名声就毁了，更别说嫁到侯府。纵然恼怒，她也只能咬着牙对我低头。我能有什么事情？姐姐纵然嫁出去，也是家里的嫡长女，教训我自然是应该的，是吗？我怎么觉得姨娘还愤愤不平，张嘴胡说八道？是要陪着她一起掌嘴吗？妾不过是奴婢，我说话她也只能听着。张姨娘想反驳，谢玉嫣生怕张姨娘乱说话，立即说道：姐姐说什么呢？我娘就是心疼我，有点口不择言了。另外山匪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姐姐突然嫁给那……瘸子两个字没有出口，就感受到我眸底的森森寒意。他硬是拐了个弯，宋家大公子，这不得不让我们多想。有什么可想的？那宋寻虽是侯爷，生母只是个田房，哪里比得上我家相公尊贵？都坐下吧。回来之前，我特意熬了燕窝给大家尝尝。话毕，春桃端着托盘上来，我一份份递给谢母、谢玉嫣和张姨娘。快尝尝，这可是我早起炖了2个时辰的。不仅如此，我还特意从嫁妆里寻了上等的头面，给谢玉嫣做礼物。谢玉嫣瞬间忘记了刚才那一巴掌，拿着头面爱不释手，和旁边的张姨娘乐得嘴都合不拢。不过一刻钟，谢玉嫣眉头皱起，她捂着肚子，抬眼求助看向张姨娘。娘，我肚子疼，这怎么回事？她急得团团转，看了眼旁边的空碗，横眉冷对看向我。是你在燕窝里放了东西，你要害我的嫣儿！我又吃了一口燕窝，才将碗放下。怎么会？只是加了一点红花，对女子的身体极好。妹妹怎么会不舒服？让大夫过来瞧瞧吧。听到红花，张姨娘和谢玉嫣面色齐齐一变。这东西确实是好东西，但是对孕妇而言就是可大可小的影响，剂量一旦大了，滑胎都是可能的。不过看谢玉嫣的状态，就知道没有那么重的影响。但是这种情况还是卧床休息比较好。她咬着后槽牙，恨恨说道：这么好的东西，怎么会影响身体？应该是我昨天吃的不对了，去躺躺就好了，不用麻烦姐姐了。是不想麻烦我，还是想借着这茬诬陷我？从我进门开始，你们就人云亦言，污蔑我被贼人污了清白。现在又说燕窝里有东西，难不成妹妹的身体是真的不舒服？只是不是吃错了东西，而是受到了红花的影响，那是出了什么问题呢？后面的话没有继续说下去，谢玉嫣一张脸却微微发白，不是肚子疼，而是被戳中了心思。刚刚那点肚子疼，早就被现在的吓唬吓没了。她毕竟是有身孕的人，跪久了会怎样？可不跪，咬了咬牙，她还是跪了下去。我是担心姐姐，所以才因为外面的谣言乱了心神，求姐姐原谅。话是这么说的，谢玉嫣却在不断给张姨娘递眼神。整个谢家能压着我的人就是谢父，他们之前给谢父上了眼药，气得他根本不想见这个女儿。现在看到我回门，就对谢玉嫣打骂责罚，还不气得直接将我赶出去。张姨娘立即闪身往外走，这母女俩惯用的招数。谢母气得想阻拦，被我抓住手臂，轻轻摇摇头。父亲一直很疼爱我，为什么前世半点不听我的解释，反而急吼吼的将谢玉嫣嫁过去？所以这个孩子是父亲都知道的存在。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咬了咬唇瓣。纵然前世几十年过去，想到疼爱我的父亲纵容这一切，眼睁睁看着我走进死局，甚至最后成了葬害自己的凶手，我心口像是被一只大手狠狠攥着，又痛又酸。不多时，谢父匆匆走了过来。怎么回事？爹爹，我没事的，姐姐教训我是应该的，谁让我担心她出事，说错了话。这么一句让谢父心疼到了极点，他大步走进大厅，伸手将谢玉嫣扶了起来，失望地看向我。那样冰冷的眼神让我心口最后一丝温热也彻底熄灭。他对谢玉嫣的偏爱这样明显，偏听偏信到这个程度，我前世居然一点都没有发现。你在外面丢了那么大的人，回来还又打又骂又罚的，是想做什么？在外面受了气，回家里找人撒气。我同样的失望，原来我一直崇敬的父亲也不过如此。我哭不出来，只觉得膈应。若是按照上辈子的脾气，我必须要争个是非曲直，不出意外
父亲最后也会妥协。毕竟我如今名声还在，对谢家的注意比谢玉嫣这个庶女大得多。我心中冷笑，暗中狠狠掐了大腿一把，眼泪也落了下来。爹爹，女儿出嫁当日因为躲雨才没有遇上山匪，结果那侯府非要将脏水泼在我身上，还要败坏整个谢家的名声。别人也就算了，怎么你也不向着我？毕竟是自己捧在掌心长大的女儿，谢父听到他这么说，眉头皱了起来。可转脸看到畏畏缩缩、一脸害怕的谢玉嫣，心里还是有气。他们不明是非，你说清楚就好。这么对你妹妹是做什么？你这又是打骂又是罚跪的，给谁看？爹爹说的是女儿鲁莽了。妹妹刚才也说肚子疼。春桃，你快去将吴大夫喊来，给妹妹把脉。是小姐。春桃是个机灵的，没给任何人阻止的机会，第一时间冲了出去。不用，没事，我没事的。妹妹，我们好歹是姐妹，你千万别和我置气，让大夫查一查，也好安心。是，还是检查一下安心。万一落下什么病根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哦，他并不知道谢玉嫣肚子里有孩子，我心中稍稍松了一口气。那谢父对我态度的改观，真的就是单纯因为我失贞了吗？可连辩驳的机会都没有给我，是不是过分了？思量间，吴大夫已经走了过来。大夫人，吴大夫，快给我妹妹请脉，别病着了，惹爹娘心疼。谢玉嫣还想走，偏偏我手劲极大，她半点挣脱不开，几乎是被按在椅子上诊了脉。吴大夫看了眼谢玉嫣，脸上出现错愕之色。吴大夫，是我妹妹的身体有什么问题？少夫人，二小姐没有什么病，脉象显示有喜。谢父谢母齐齐一愣，脸上诧异的表情半点做不得假。什么？谢玉嫣面色惨白，张姨娘急了，指着吴大夫说道：“哪里来的庸医？嫣儿还待字闺中，怎么可能怀有身孕？确实不该。那就拿父亲的牌子去请太医来诊脉吧。”那怎么行？一旦闹成这样，整个京城都会传得沸沸扬扬。张姨娘和谢玉嫣急得团团转时，谢父开口了：“都下去。”随着下人们齐齐退出去，他冷眼看向谢玉嫣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说。谢玉嫣还没有开口，我说话了。爹，妹妹未婚先孕，无论怎么说都不好听，胆敢做出这样的丑事，必须家法处置。胡闹！她都已经有了身孕，你还要对她执行家法，是要她的命吗？谢父的斥责劈头盖脸砸下，半点脸面都没有给我留。我心头说不疼是假的，却也明白他是偏宠谢玉嫣的。我只是因为外界谣传谢父就要为谢家的名声让我自裁，现在谢玉嫣和人珠胎竞合，却连家法都舍不得，当真是个好父亲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感觉肺部像有一根根针往里戳刺的疼痛，但是我还是一点点将浊气吐出。所以父亲是觉得这算不得什么大事，他珠胎暗结不算大事。我被人传谣，父亲不为我辩驳就算了，还觉得我丢人，这事当真是有趣。一句话扯下了谢父虚伪的面具，身为父亲的权威被冒犯。你自己丢人不算，还要带上全家人。谢玉锦，我看该被执行家法的人是你。原来谢家这么是非不分。略显轻佻的声音伴随着轮椅碾过地面的声音响起。由于逆着光，我初时看不到宋哲脸上的表情，却有一圈光线在他身上勾勒出一道金边，让他的出现格外耀眼。他不是不来吗？我的眼神里带着微微的错愕，看着他突破黑暗出现在面前。宋哲好似看破了我的心思，轻笑一声：“不过来，怎么会知道我忠永侯府的大夫人，在谢家都不如一个庶女体面？”宋哲话音未落，人已好整以暇的到了我的身侧。有些琐事耽搁了时辰，让娘子久等了。宋哲本是不想来的，可在侯府的深宅大院里困久了，难见如谢玉锦这般活泛的人。他着实有些好奇，也想看看这刚过门的新媳妇葫芦里卖的都是什么药。男人抬眸时看向我的眼中带着歉意，可转瞬他透着冷意的瞳仁就瞥向了在场的众人。岳丈大人好威风，着意与我夫去一体。岳丈大人若想动家法，不如将我也一并罚了。宋哲双腿未废之前，战功赫赫，功勋卓著，更有从龙救驾之功，曾以弱冠之龄官拜一品。哪怕如今身体残疾，不能承袭爵位，不再入朝为官，也不是区区一个谢家就能动得了的。我虽然没指望仗着宋家的事，但至少目前宋哲的话听着挺顺耳的。有人帮着出气，干嘛自己动手？我暗自吐了口气，低眉顺眼的将手搭在宋哲的肩上，不着痕迹的把话题扯了回来。夫君，切勿动气，父亲也是关心则乱，实在是家中庶妹不像话，尚未出柜便做出此等丑事来。若此事闹开，只怕整个谢家都没脸活了。谢父面色铁青，神色狠厉，
却碍于宋哲不能发脾气，只一字一顿道：“你好好的回个门，还带个大夫给人难堪不够，当着外人在胡说八道什么？”只是那眼神分明是恨不得把我杀之而后快，哪里有从前半点怜爱的样子？什么父女情分，在谢玉烟面前都不堪一击。我上辈子到死都不明白，父亲怎么可以说变就变，甚至怀疑过自己的身世，怀疑在谢家长成的那么多年，是不是只是一场梦？可我也清楚，母亲不会做出对不起父亲的事。我确实是谢家女，父亲也会如舅舅那般张开羽翼，拼尽一切维护自己的孩子。只是维护的那个人不是我。前世我亲眼看见谢玉烟被宋哲斩杀时，谢父手脚皆断，浑身都是血，却还是拼了命爬到宋哲脚下，只求他放谢玉烟一命。偏颇的心像是一把利剑，隔着两世扎在我胸口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上辈子我自贬为妾嫁给宋寻，没过多久，谢家就借着中永侯府的势力扶摇直上。我大哥身死，母亲心丧，没过百日，我这位好父亲就将张姨娘抬为了正房。可凭什么谢府阖家欢乐，喜气洋洋，我的娘亲和兄长就只能蛊哭黄土，含恨而终？夫君腿脚不便，婆母和老太君特意交代要接了靠谱的大夫随身照看。吴大夫是宫里退出来的老人，我一早回家之前亲自去请来的，在父亲眼里竟成了刻意谋划。我冷笑着看向谢玉烟：“您说我在外头丢了人，怎么不说妹妹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？”谢玉烟满怀怨恨地瞪着眼前的一对璧人，心中愤然：凭什么宋哲会娶了谢玉静，还同他一道回门？他不是早该被那些山匪毁了清白之身，一辈子只能屈居在他之下，做一个永世抬不起头的贱妾吗？若早知此事还有转圜的余地，他就该直接让那些山匪要了谢玉锦的命，总好过害得他像今日这般丢脸。谢玉烟眼底恨意滔天：长姐如今嫁了人，就是不一样了，仗着有人撑腰，便回到娘家来讲风找雨，你就不怕爹爹寒了心？此话一出，本就心疼自家女儿的谢母面色骤然一沉，她厉声冷斥：放肆！身为庶女也敢妄议嫡长，你做出如此不闻之事，还敢推卸责任，指责长姐？谢母素日里温和谦让，端着当家主母的仪态，再加上早已心灰意冷，从不与下头的妾室争风吃醋，也因此纵得张姨娘嚣张跋扈，连带着养在她身边的谢玉烟也仗着谢父的偏心疼爱肆意妄为。她今日突然发难，让屋内的众人神色一僵。谢父的面上不大好看，当着外人的面摆什么脸色，还嫌今日之事不够丢人？谢父冷声斥责的话还未说完，便转头对着宋哲道：今日之事让贤婿见笑了，我谢家教女无方，连累了贤婿，也难为你愿意娶我这不争气的女儿。不过日后嫣儿也是要嫁入中永侯府的，她们姐妹二人与你兄弟同心，定会光耀中永侯府的门楣。听爹的意思，您是早就知道妹妹与他人有染了？那家伙是谁？莫不是……我说话偏头看向身侧的人，宋哲不紧不慢地靠着轮椅的扶手，单手撑着下巴。娘子看我做甚？为夫可是一向洁身自好。我嘴角一抽，这人确实是洁身自好。某人不过是在大婚之前纳了8房小妾，又在成婚后跑到诸位姨娘房中大睡几天，让整个中永侯府都看我笑话而已。若不是上辈子就知晓这人的脾气，我怎会闷声不响地由着他胡来？而且如今我算是奉旨嫁人，这一场大婚为了赶时间，一切从简，从定下婚期到今日也不过1月而已。宋寻那胸无点墨的废物，就算早与谢玉烟勾搭成奸，也不敢公然违抗圣旨，对外放出有心另娶的消息，这才设计出一套恶心人的招法。他们本打算事成之后借坡下驴，从而换婚，这样也能落个保全自己名声，委屈纳妾的美名。而眼下我嫁给了宋哲，从一开始就打乱了他们的计划。若宋寻还想娶谢玉烟，必做旁的打算，我可不会让那群人渣称心如意。上辈子受的那些罪，我要让这群人连本带利的还回来。像是猛然想到了什么般，惊抽了一口气。爹，你是疯了吗？我将后半句话咽了回去，整个人羞愤难当的偏过身，猛扶了下袖子。宋寻再怎么说也是准侯爷，他最看重女子清白，为了这2个字不惜抗旨，又怎么能娶一个……我巧妙地将后半句话咽了回去。一番话说得点到为止，可这话落在别人耳朵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你们谢府是当我侯府无人不成？一个尚未婚配就身怀大度的东西，也配嫁入侯府？若此事传出去，谢大人是想将我侯府颜面置于何地？谢大人，如此不知羞臊的东西，就算自贬为妾入我家门，我都得带我那不争气的弟弟考虑一二。您倒是有本事，敢替我父亲做了主了。
自古长兄为父，老侯爷战死沙场后，中永侯府上下都是宋哲一人说了算。若不是他后来出了意外废了双腿，侯爷之位怎么可能拱手让人？宋哲只是侧身靠在轮椅上，眸色不变，却平白让人后心发寒。谢府的前厅霎时落针可闻。谢父只觉得一柄尖刀悬在梁上，他只要说错一句话，那柄刀就会立刻割破他的喉管。我也没料到宋哲会骤然发难，我本以为以这人的性情，也不过是讽刺两句，看个笑话而已。我缩了缩脖子，正要开口，宋哲那双狐狸眼就微微一扬。今天是我娘子回府的大好日子，岳丈大人还是不要为了不值当的东西扫了我娘子的兴绩才好。谢玉烟在一旁泪眼婆娑，渲然欲泣，却仍死死抓着张姨娘的袖口，生怕她说出什么不该说的。谢父见此情形，忙打起了圆场。厨房已经将酒菜备下了，玉锦还不快带你夫君到府中各处转转？我确实是想看看娘子自幼长大的地方，不知娘子可愿代劳？某人的台阶已经递到了眼前，我自是恭敬不如从命。我推着轮椅绕出前厅，确定没人跟着后，轻声道：多谢夫君今日为我解围。宋哲眼皮都没抬，我可不是为了你，你爹今日所言所行，就差骑到我侯府脖子上了。我虽已不管侯府的事，却还是要脸的。若侯府丢了人，他也面上无光。至于他的小娘子，就算他今日不来，恐怕也不会让谢府这一大家子好过。有意思。我推着轮椅的手一僵，神色讪讪。我就不该指望能从这人嘴里说出一句好话来。早知道这样，我还不如把人留在厅上，跟谢父那一大家子大眼瞪小眼呢。我不情不愿地推着宋哲在谢府乱转，两人相顾无言，氛围算是尴尬到了极点。而此时的前厅却已乱成了一锅粥。方才宋哲一句话，算是定了谢玉烟的生死。爹，你可一定要为女儿做主啊！女儿如此这般做，都是为了咱们谢家。若女儿真的嫁人为妾，还不如一头撞死在这儿的好。谢父被吵得恼人生疼。嫣儿，爹知道你委屈，可眼下你已经有了身孕，无论如何，你都得嫁进侯府了。等进了门，他宋寻如何不还是你说了算？爹爹，你直接说娘是你最爱的人，可娘这些年在府里过的什么日子，您不是也看到了？您难道还要让女儿走上娘亲的老路吗？父女二人就这么僵持着，谢玉烟更是不解。宋哲不过就是个废人，哪至于让他爹怕成这个样相？我还就不信了。中永侯府什么时候轮到宋哲说了算了？而就在此时，我将宋哲推到了一处树荫底下。春桃远远跑了过来，一见两人，神色尴尬地凑到了我的身前，小声道：小姐，夫人请您过去。我匆忙地跟宋哲道了别，转身离开时脚下生风，像是多一刻都不想与其共处。绕过转角，春桃憋在心里的话就藏不住了。小姐，大公子怎么突然来了？他别是来看咱们笑话的吧？她是你家小姐，我名正言顺的夫君，回个门怎么就成看笑话了？倒是你，让你办的事情如何了？你就放心吧，二小姐干的混账事早就在府里传遍了，用不了多久就会人尽皆知，看他还怎么舔着脸欺负小姐你。春桃得意洋洋，我却不太乐观。今日虽然已经让张姨娘和谢玉烟丢了颜面，但事情到底没有闹大。谢府关起门来都是一家人，我还是得先给娘亲提个醒。我很快就到了谢母的院子，还没进门就听见了自家娘亲的抽泣声。那宋哲早年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煞头，今日这场面你们也看到了。静儿性子弱，要真就这么嫁给他，日后哪儿还有好日子可言？不行，我要给大哥写信，让他即刻去侯府登门退亲。谢母的话音未落，我就急急忙忙地推门而入。娘，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？他今日是为了护我才对爹发难的，咱们总不好过河拆桥吧？我给房里的下人使了个眼色，平退四周后，忙上前安抚谢母。娘，女儿的日子好着呢，这亲事绝不能退。没了宋哲，我拿什么对付宋寻母子？光凭谢家这点门楣和我大哥的战功，恐怕这一辈子都拍马不能及。更何况我可不想因为自己的事连累家人了。我紧紧搂着谢母的肩膀，依偎在她怀里，像小时候那般仰头看着自家娘亲，搜肠刮肚地琢磨着怎么说服眼前的人。景儿，就算他今日是为了护你，可那不也是为了保全他自己的颜面吗？更何况他如今双腿残疾，已无剑爽，在侯府里如何能给你撑腰？此事关乎你的终身幸福，可不能马虎。依娘看，这婚事还是就此作罢吧。我一时沉默，我看着自家娘亲眉头紧皱，满眼担忧的模样，决然拒绝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了。我轻叹了口气，缓缓坐直身体，正要开口时，耳尖一动，突然听到门外有木轮转动的声音。我登时转了口风，娘，嫁给宋卓已经是眼下女儿能给自己换到最好的婚事了，更何况大哥远在边疆，那边战火纷飞，血流成河，
每日都有人在死。皇帝在此时下旨赐婚，力排众议，也要让女儿嫁进忠永侯府，为的不就是让大哥能在边军树起威望吗？女儿的婚事自己做不得主，也不奢求所嫁郎君能为我做些什么，可只有大哥得了侯府的助力，才能再无后顾之忧。娘，难道不想让大哥早日回京吗？宋舍早年所率的大军，在他腿伤后便被分散各处，四方边军皆有其人脉，其中驻北军的人数最多。可偏偏忠永侯府的宋巡是个一事不成的废物，别说率兵打仗了，起码跑得快了些都得吓丢魂。而将军府几个主将镇守西南，叶家人分身乏术，我大哥这才临危受命，时至初春才匆匆赶往北镇边境。若想保证北境无恙，拿下驻北军是唯一选择，否则皇帝也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将拖了3年的婚事提上日程。一直以来，皇帝都以宋所伤重为由，将两家的婚事搁置，甚至前阵子郡内还出现过谢宋两家婚事告急的谣言。可惜这种浅显易懂的局面，我上辈子却怎么都没看透，整日都关注着后院那些鸡零狗碎般的小情小爱，由着那些人作践自己。现在光想想，我都能气得呕出一口血来。娘亲，眼下女儿的婚事也已经定了，就算宋策伤了腿，牢中不也没断定他这一辈子都站不起来吗？只要用药细心调理，再多加照顾，总有能守得云开见月明的那天，不是？你总有你的道理。谢母抬手在我的鼻尖上轻捏了一下，想起自己那远在边疆的儿子，到嘴边的话化为了一声长叹。你此番为了你大哥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待他回京，我定会让他备上一份厚礼，去好好谢谢你这个妹妹，也让他们侯府的人知道，你也是有娘家人可以撑腰的。至于你爹，咱们母女是指望不上了，他早就被那对母女迷了心窍。若不是今天谢玉英东窗事发，他只怕都不肯来见你。提起此事，谢母就一肚子怨气，想想自己这些年的遭遇，她更是心灰意冷。若那宋策也同你父亲这般，是个只知宠妾灭妻的混账，那你趁早与他和离，就算一辈子不嫁人，娘和舅舅也养得起你。娘，哪就闹到要和离的地步了？宋澈，他是个好人。我生怕一会儿饭桌上母亲为难宋哲，扰乱了自己的计划，干脆将大婚之日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给了谢母听。谢母这些日子没少听外头的闲话，可现在亲自听自家女儿说出来，心中更是勃然大怒。忠永侯府简直欺人太甚，他宋澈是拼着一身战功保住了侯府门楣，可那陈瑶花一个贱妾抬上去的田房，也配为难你这样的名门嫡女？他当我将军府好欺负不成？娘，您消消气。我好说歹说，终于安抚住了谢母。那日若不是宋所肯松口，女儿恐怕就真得带人回娘家了。今日这情形，娘亲也瞧见了，父亲只怕会赐我3尺白绫，只怕不得我吊死在家里，好全名节呢。此事是我欠了他的，娘亲怪谁也怪不到他头上。谢母不说话了，而此时的房门外，宋哲饶有兴致地靠在廊下的阴凉处，听着房中隐隐透出来的谈话声，只觉得有趣。谢玉锦倒是个惯会装，若不是见过那日他步步紧逼、得理不饶人的样子，还真就信了他的鬼话了。听着我嘴里源源不断的赞美之词，宋哲失了兴趣，不动声色地退出了院子。而我在听到轮椅声渐行渐远后，紧绷的身子微微松懈了下来。娘，我的事暂且不提，现在最要紧的是谢玉嫣。过了今日，她未婚先孕、珠胎暗结的事就会传遍陈军，到了那时，必会影响想谢家的名声。您在府里的日子恐怕会越发的难了。我原本还为此事忧心，正琢磨着要不要找个法子让娘亲回叶家暂避。这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爹都不在乎谢家的名声，只想着攀权附势、登临高位。那我这个做妻子的，不就该夫唱妇随吗？谢母言辞中满是自嘲。锦儿，你长大了，也懂事了。娘知道你有想做的事，你不用为娘考虑，只管去做就是了。就算没了谢家的百年基业，将军府也定能护你周全。我眼眶一热，鼻子有些泛酸。娘亲，你放心，无论如何，我都定会护你和舅舅，还有大哥平安的。我不但要保护好自己最爱的人，更要让那些前世一步步将他们逼进死路的人生不如死。血债，唯有血偿才算公平。母女二人谈心良久，直至暮色西垂，两人才现身前厅。宋哲原本正在和谢父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朝中之事，眼见我进门，那饶有兴致的目光落在了他身上。他戏谑浅笑，调侃道：“小婿还以为今日回门，岳母会不舍得放人呢，这真是让人好一阵担心。”我故作羞赧的红脸低头，含羞带臊的唤了句：“夫君，你又开我的玩笑，若再有下次，我可就不依了。”
我半垂着的笑脸上眉目含情，恶心人，谁不会？宋哲抬眸相望，两人蜜里调油的模样被谢玉烟看在眼里，也恨在了心上。回府路上，我和宋哲依旧坐着两辆马车，一前一后停在了侯府的大门前。可还没等我下了马车，侯府的侧门便乌泱泱地涌出了一群人，将我的马车死死围住。春桃一时不察，被推了个趔趄。你们干什么？竟敢拦我家夫人的马车！你们真是以下犯上，还不把路让开！围上来的护院一声不吭，我立在车上，冷眼扫过侯府一众护院，看着站在门内的陈瑶花，不屑嗤笑。婆母，这又是何意啊？还不是你做下的好事！侯夫人陈瑶花一身锦衣，交手立在门前，满眼嫌弃地瞪了我一眼。侯府脸面都快被你丢尽了，你居然还敢当众质问婆母！婆母血口翻张，开口闭口就是我丢了侯府的脸面。今日当着众人的面，你不如说说我丢了侯府什么脸了？我冷眼睨着陈瑶花，心中弥漫的杀机与恨意险些藏匿不住。前世若不是陈瑶花多番纵容，置人性命于不顾，我又怎么会被困在那后院里搓磨致死？堂堂侯夫人早就知道自己儿子寻花问柳与人有染，却又不敢违逆皇命，只敢顺着宋寻的心思将婚事一拖再拖，还在其中浑水摸鱼，演出一副宋寻非他不可的假象。几次三番试探我的心思，言语间尽是利诱。眼看着我泥足深陷，却在大婚之日拒之门外，让我颜面扫地，生不如死。我倒是忘了，这位侯夫人才是一切悲剧的始作俑者。今日婆母若是不拿出证据来，侯府的门，我和夫君可就不进了。我在最后关头也不忘拉宋哲下水。夫君腿伤不便，今日出门已操劳了一天，我还真想知道我们夫妻两个到底怎么得罪婆母了。3日回门乃是旧礼，可我们两个出个门，竟连家都不能回了。陈俊素来没有宵禁，临近傍晚，长街上依旧热闹非凡，往来的小商小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，各家各户出门散步的人也3、5成群的聚在一处。而我扬声质问的这几句，只一息时间，便让所有人的视线都聚集在了侯府的门前。我成婚当日遭遇山匪一事，早就已经在城中传得沸沸扬扬了。如今见着正主指指点点的声音从未停歇。这谢家姑娘不是被山匪了吗？怎么能嫁给宋将军？你可别胡说，我瞧着这局面可不大对，这好像是摆明了侯夫人搓磨人啊。若那谢姑娘真不是完璧之身，宋将军怎么可能会娶？周围嘈杂的议论声甚嚣尘上。陈瑶花素来好面子，把自己那点早就稀巴烂的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。一听到周遭的议论声，怒火直冲脑门。谢玉锦，侯夫人本心疼你的遭遇，不愿让你当众难堪，可你非不识好歹。陈瑶花还未开口，一旁站着的张嬷嬷就跳了出来。今日你走后，便有人找上了侯府的门，带了3、5个人，对着侯府大门又砸又踹，直说要讨回自己那已经圆了房的媳妇儿。侯府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。我戏谑挑眉，故作疑惑地问：哦，那侯夫人可查清那3、5个人是谁了？我问这话，面上一派云淡风轻，眼眸中不见任何急躁之色。而此时，宋老太君的院里，侯夫人把戴夫人拦在门外了，两边人正在对峙。下人细说了门外的情形。宋老太君靠在平脊上，正不轻不重地压着香灰。身边的方嬷嬷听了下人的话，忍不住道：不争气的东西，尽是些小家子做派，连家丑不可外扬的道理都不懂，居然把人拦在门外了。宋老太君缓缓搁下手里的东西，浑浊的眼眸半抬着，朝侯府大门的方向看了过去。也罢，且瞧瞧谢家的会如何反应吧。若是个不争气的，也就不用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。哲儿这些年受了苦，身边有个知冷知热、能开枝散叶的，也尽够了。彼时的侯府侧门处，我皮笑肉不笑地扯着嘴角。婆母莫不是听了什么闲言碎语，让嬷嬷大闹婚房也就算了，如今只凭几个人子虚乌有的话，就想挑拨离间。宋寻一时沉不住气，更容不得别人说自家娘亲半点不好。你还敢狡辩？那几人便是那日与你遭遇的流匪山匪，如今都还留在府中。你若不信，大可与他们当面对质。对质？宋小侯爷，你莫不是脑子被驴踢傻了吧？我夫君当初为剿匪浴血奋战，身上的伤多得不计其数。你这个做弟弟的，如今居然还开门迎客，把流寇山匪留在了府中，你就不怕宋家祖宗知晓此事，急得棺材板都压不住吗？当真是不孝子孙，侯府的脸都被你这不争气的东西丢尽了。我把方才侯夫人等人的话原封不动地安在了宋寻身上。宋寻勃然大怒：放肆！我呸！谁放肆？我夫君用一身的伤痛，是为了换你们把山匪流寇奉为上宾的。夫君，你拿命换来的功勋，怎么养了这么一家子白眼狼？
看来回头咱们得好好算笔账，可别在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身上浪费银钱了。省下的银子，咱还不如请名医来坐堂看诊。我的话音未落，周围众人的脸色骤变，尤其是陈瑶花，急得险些当场跳起来。从宋哲伤了腿赋闲在家，侯府的吃穿用度几乎全是靠着他当年的军功换来的东西强撑着。忠永侯府虽有百年家业，但架不住他不会理事管家，再加上花销起来大手大脚，入不敷出的日子已持续多年。说没有宋哲那些东西，他们这一大家子都得喝西北风去。好啊，谢玉锦，我当你之前为什么一口咬定要嫁给大少爷呢？原来是就图他的银子！你这蛇蝎妇人，一进门就挑拨我们母子关系，到底是何居心？陈瑶花口不择言，我冷笑：我夫君又不是侯爷，他如今成了婚，名下的账册田铺自然要交给我来打理，又岂有继续让您代劳的道理？我斜眸瞪着陈瑶花，上辈子陈瑶花以帮着宋哲身子不便，尚未成婚，为其分忧为由，早早的就把他手里的田地铺子全部据为己有了。就连那些每到年末拿给宋哲看的账目，也都是一式两份。最开始的那年，侯夫人还有所节制，只敢偷偷拿些银钱来替宋寻坐稳侯爵之位铺路。可渐渐的，他发现宋哲很少关注这些银钱后，就暗中将那些东西全部转移到了宋寻的名下，以至于后来宋寻成婚时所用的聘礼和后面一应花销，都是从宋哲身上坑来的。上辈子宋哲在最后关头和侯府闹翻天，被赶出家门时可是身无分文。我见过不少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碗就骂娘的主，可把这吃绝户吃得这么理直气壮的，我还真是头一次见。不光如此，就连宋哲那8房姨娘都被这位侯夫人动过手脚，她也没少大张旗鼓的在外面搜罗补身的药材送到他们屋里，就像生怕外面的人不知道宋哲身子已经不成了。光想想陈瑶花上辈子干的那些恶心事，我都觉得胃里反酸。我不露声色的将手搭在宋哲的肩头，男人只一个挑眸就皱紧了眉头。宋哲冷声开口：按我朝律法，窝藏罪犯者以同罪乱处，藏匿山匪流寇者杖30，流配千里。婆母是嫌弃侯府的功勋过长吗？老太太知道您如此行事吗？换句话说，你这么作死，老太太知道吗？陈瑶花顿时傻眼，分明是你招惹来的祸端，休想把这么大的罪名扣到我和雪儿头上来！是不是我惹的祸端？把人带出来一问便知。陈瑶花就等着这句话呢，正要去换人把人带出来，我下一句就道：我说了，谢家女不能平白受人侮辱，还是2次。所以春桃，即刻前往大理寺报官，请大理寺遣个官员来做个见证。若此事与我无关，可不能让人再反咬一口，传出那些莫须有的话来。到时候累着侯府名声不说，还辱没了皇上赐婚的圣意。春桃转头就要走，陈瑶花却是面色一白，暗道一句好一个会算计的丫头，明明是府内的家事，她3言2语就要闹到大理寺，万一真有个岔子，就真的是忖度圣意，老太太不会放过她的。都干什么吃的？还不把这不长眼的东西给本侯拦住！若有违逆，直接杖杀！我眸色暗沉，面露厉色，我看谁敢！3字落地，锵的一声，兵刃出鞘。我身形一转，以反手从身侧护院腰中拔出长刀，横在了其脖子上。若婆母说的是真的，请在朝官员入府断案，也是证明我清白。小侯爷怕什么？难道这件事本就是你们杜撰来诬陷我，怕被揭穿？我故作思量，握刀的手突然一抖，那锋利的刀刃顷刻间便割破了肌肤，血溢了出来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在闺阁时就听嬷嬷说，婆母对夫君你千好万好，可这今日一瞧，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啊，像是巴不得毁了我，让你在京城头都抬不起来呢。陈瑶花一时气急，这些年来，她表面上照顾宋哲，为的就是在这郡中博一个贤良淑德的美名。可现在我轻飘飘几句话，就将她辛苦维护多年的苦心，都成了捧杀宋哲的了。她恶从胆边生，也顾不上什么春桃大理寺了。谢玉锦，你自己一身的脏事还没说明白呢。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是清白之身嫁与我儿吗？既如此，我就让那些人来与你当面对质。此话一出，他身后的张嬷嬷就窜了出去，没过半盏茶的时间，便将几个负着双手的人带到了院子深处。这捆手的绳子未免太过草率了，这些流贼可都是凶煞之徒，手上可都沾了人命的。侯夫人难道就不担心他们一时关押不严，在这府中暴起伤人吗？